我听到了破万法的回响，我听到了天行健的回响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卓卓。10周年第10集的故事来啦！这次是结合了团队角力争斗的地虎游戏。本集中，乔家劲将会觉醒出属于自己的回响。还是那句话，本系列制作纯粹出于个人对这本作品的喜爱。想支持卓卓的话，那就使用一键3连吧，不给也没关系，看过就等于支持。好了，我们开始。你和赵医生刚走出地基的游戏场地，击到钟声突然响起。3道人影缓缓走来，潇潇开口：“旗下，你听，钟响了。”看到你面的第一台疑惑，咦，奇怪，你看起来像是记得我，你果真回响了吗？既然如此，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。旗下，我上次说的话你领悟了吗？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潇潇摊手，本来是想混入地级游戏杀人，却没想到遇见了你。江若雪打招呼：“嗨，好久不见。”你皱眉，既是偶遇，你们3人为何要回响呢？还不是想拉拢你？上次我告诉你，这里的人死不足惜，你应该也理解了吧？只有回响者才有资格活下来。就这样，你还不想加入我们吗？你冷哼一声，潇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超出预料。你敢当着我的面杀死队友，就要做好与我永远为敌的准备。听到这话，他收起笑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说话很客气，所以蹬鼻子上脸？你冷冷道，不管你杀我几次，我都不会妥协，因为我不敢嘛。气氛瞬间紧张，你和赵医生转头就想跑，潇潇却突然用石头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鲜血直流。随着一声闷响，赵医生发出惨叫，我靠，原地倒下，疼得不停打滚。一冷眼，疯子，你们没完了吗？潇潇呵呵一笑，老孙，快把他捆起来！你冷喝一声，绑我，你来试试。江若雪在旁边平静围观着这一幕，谁都没去帮。你和老孙互殴起来，刚开始还能占据上风，但随着潇潇的下场行尸肉变，他不仅有着强悍的肉体力量，更有名为嫁祸的回响，作用在他身上的伤害有可能转移到别人身上。一拳打下，就算能命中，倒下的也可能是你。这要怎么打？潇潇可没这顾虑，朝你狠狠出拳，砰！你被打翻在地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咔咔，老孙把他绑起来，他必须成为极道。就在你即将被绑之际，我干！真是嚣张！不远处，壮汉张山带着云瑶和另一人缓缓走来，似乎刚才参加完什么游戏，身上还带着血迹。你们3人是干什么的？想绑走我天堂口的人吗？江若雪主动跟云瑶打招呼：“嗨，云瑶，好久不见。”他冷冷道：“别害了，我可不想跟前任交谈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抢人吗？”赵医生将你扶起，情况一下反转，换做你这边人数优势，潇潇叹口气，知道强行将你带走已经不现实，索性提议道：“我们是极道，不可能就这样放弃，但我们又很想拉旗下入伙，不如来对赌一场。我知道一个可以厮杀的地级游戏，让我们在游戏中见分晓，如何呢？”张山冷哼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在游戏里决胜负？因为有裁判。若在游戏里杀掉你们，其他天考成员就没有理由报复了吧？”你越听越不对劲。等等，你们是在以我为赌注打赌吗？没错。你以为我是什么？你算赢了又怎么样？他与西天狂若不答应，我们见你一次就杀一次，除非你永远躲在天坑口不出来，否则就一次次腐烂吧。云瑶思索了一下，若我们赢了呢？你们就不会再骚扰旗下吗？他点头。你们赢了，我们以后就不会用武力绑走他。云瑶继续，你们要进行什么游戏？前面路口有一个地虎游戏，3对3，还没有人玩过。明天天亮就到那里厮杀，如何？你询问云瑶，虎类是什么游戏？据他所说，是同时包含体力争斗团队的厮杀型游戏。最终你们还是答应一下挑战邀请，不过他也提出要求，那就是你不能参与，否则他没法下杀手。天堂口和极道进行厮杀，这是一个置身事外却又可以见识双方手段的巨好机会。回去后，你们一起分析了下潇潇他们的能力。江若雪是因果的回响，潇潇是嫁祸的回响，另外一个男人老孙是原物的回响。思索一番后，你们决定派出张山、乔家劲以及一名叫李香林的格斗高手对战。安排完战术，你们在教室内休息。入夜，楚天秋敲敲窗户，你走过去，怎么了？旗下，他说我从未离开。我知道了，你点头确认，坐下睡着。很快，第2天来了，你们来到地虎的游戏场地。一名白虎西装男坐在地上，见到有人来也无动于衷。张山喊道：“喂，来活了！”可地虎还是没反应，他面露不解：“你的生肖是怎么回事？之前遇到的生肖都巴不得有人上门，可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！”地虎站起身不耐烦：“我的游戏会死人，听明白了就赶紧滚！门票怎么收？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？参加我的游戏有可能会死。”张山点点头：“我们知道，所以门票是多少？”地虎表情微变，转身将大门关上：“不好意思，今天不开门，滚吧！”你摸着下巴，只觉得很有意思。乔家劲无奈：“喂，这场游戏对我很重要啊，这可是我的大脑保卫战，你个裁判能不能配合一点？”地虎摇头：“我听不懂，附近那么多生肖，你们随便去就是，只要不进我地盘，爱去哪去哪。就支持你不上前。”地虎：“为什么你不希望我们参与你的游戏？”我不想杀人，暂时不想。为什么？我有必要和你解释吗？那假如我自己想死呢？你
这里道路四通八达，明明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结果就偏偏想死嘛。你点头，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，而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条路。我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参加你的游戏。听到这话，地虎忽然浑身一颤，盯着你不停上下打量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这世上的路有许多条，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。地虎咽下口水，每人5颗道即可参加游戏，每人3组，需要2组。张山交了门票后，和乔家劲、李香林就要进去，你最后一个进去。转身问道：地虎，你曾经听到过这句话吗？他点头，这让你情绪瞬间激动起来。他在哪？跟你说这句话的人他在哪儿？你在哪见到了他？地虎推开你，这么激动做什么？你认识那只羊？羊？于年安是羊？难道将自己带到中原之地的人是于年安？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一份子吗？你说的那只羊是天羊吗？地虎眼神迷茫，应该是吧。他原先不是，现在是了。你捂着头，只感觉一阵剧痛传来。他是天阳，我被骗了，还是我疯了？此时，潇潇带队来到游戏场地，哟，聊着呢。身后一个是昨天变出石头的老孙，另一个是面容年轻的男子，叫罗十一。比赛地点在一处天台，2个大楼中间有一根刚才搭的独木桥，下头是无尽深渊看不到底。地虎开始讲解游戏规则。我的游戏叫做狭路相逢。游戏开始时，双方各自站在独木桥一边，获胜规则是某一方存活人员全部到达对方一侧，并摸着旗子。下面说注意事项：首先，要达到对方一侧，必须经过独木桥，桥以外的路线到达视作违规，将会接受制裁。其次，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退出独木桥休息，不会被视为中途放弃。要再次参赛，则需要重新从己方一侧进入独木桥。最后，禁止任何人对场地进行破坏。李香林问：这场游戏有时间限制吗？他摇头，没有。这己方存活人员全部同时摸了对方旗子，则游戏结束。获胜者每人获得8颗道以及对方身上全部战利品。众人都确认完毕。乔家劲、张山、李香林站在了红旗子一侧，潇潇等人站在蓝旗一侧。他心里道：要小心那个大个子和那个姑娘，他们就算没有觉醒，本事也很厉害。罗十一笑道：中间那个花臂男呢？不用管他吗？应该不用管，上次他直接被我杀掉了，8成是个凑数的。潇潇回忆起乔家劲虽然跟他参与过地牛游戏，可全程自负的举铁板，应该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，不足为虑。很快比赛开始，张山率先站上独木桥，活动了下肩膀，朝着中间缓缓走去。走吧，让这群急躁的疯子吃点苦头。潇潇面色一冷，也走上去。张山，亮出你的本事吧，对付你还不值得让我回响。哦，你不会要靠肉身来硬碰我的回响吧？别废话。话落，张山狠狠推向对方，潇潇也不甘示弱，双臂抬起，接触手掌。来到互相比拼力量的阶段，哪一方先耗尽力气，哪一方就落败。僵持了1分钟，乔家劲扭头大吼：功夫妞，该你了！得令，李香林跳到钢材上，跑向2人，一个滑铲从张山双腿间穿了过去，来到2人中间，一记鞭腿扫在潇潇双腿上。潇潇猝不及防，身体向后倒去，李香林趁势翻身而起，腾空飞蹬，连踩4下，潇潇胸口，然后飞速朝着桥的另一端跑去。乔家劲在一旁看得兴高采烈，功夫妞好犀利啊！张山趁潇潇没起身，抓住他的肩膀往下推，潇潇死死抓住独木桥，就是不松手。张山暗骂，只能绕开他，跟着李香林往桥的另一侧跑去。老孙见状不妙，立刻上桥。正在飞奔的李香林突然脚下一绊，几块石头凭空出现。他呵呵一笑，早就让你停下了，没摔疼你吧？李香林和张山站在中间，潇潇起身，和老孙形成包围之势，将2人夹在中间。他得意洋洋，既然进入了包围圈，就别怪我们无情。2人眉头紧皱，如今前狼后虎，情况格外难办。潇潇还想开口嘲讽，却感觉有人拍了拍他后背。大侄女，等一下，先听我说。他一愣，回头只看到乔家劲就在身后，都别动手啊，先听我说，滚！伸手猛地一推，却被乔家劲抓着小臂，一巴掌猛然拍来，带着巨大掌风，刚好停在下巴前。乔家劲一脸为难，伤脑筋啊！第一个对手是女孩子，我可是跟关二爷发过誓的，老幼妇孺一概不打。潇潇面色一沉，刚才那一掌是什么鬼东西？如此巨大的掌风，若击中下巴，自己岂不是直接死了吗？乔家劲戏谑开口：大侄女，不想受伤的话，就往后退一退，让我们组的功夫妞陪你练练，我去收拾那2个衰仔。潇潇冷哼：你没机会了，连我都放不走，就不要妄想过桥。接下来的打斗场景啊，由于经费有限，就直接省略了，直接说重点。罗十一的回响是忘忧，可以帮人免掉所有负面感觉，包括痛觉。在帮潇潇开启后，一度跟乔家劲打得难分高下，2人都鼻青脸肿，浑身是伤，你一拳我一脚。可潇潇根本感觉不到痛，满脸得意，痞子，你不可能打赢我的，接下来我会让你……忽然脚下一瘸，连走路都成了问题，什么情况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乔家劲得意一笑，有一种病叫无痛症，让喜欢打架的我憧憬了很久。可后来有个聪明的家伙跟我说，患上这种病的人死亡几率极高，因为患者根本意识不到危险，疼痛是人类的自我保护，可你却把它丢掉了。我把你的腿踢断了，你都不躲避，这真的是特异功能吗？潇潇愣住，我腿断了？大侄女，我再说一次，认输吧，认输你就不用死。他气场完全变化，危险程度疯狂上升。潇潇咬紧牙关，罗十一，快把我又收走！话落，他感觉全身正传来撕心裂肺的疼。
疼。乔家定刚想上前结果他，身体却传来一阵剧痛，右腿失去知觉，他中招了。对方的能力能将疼痛转移，现在该怎么做呢？骗人仔，是时候该借我大脑用用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此时你的声音在他耳边缓缓响起，回响的发动有关信念，若走投无路，可以想办法让对方产生自我怀疑。忍着一身疼痛，面不改色朝小小走去，他彻底慌了，立刻出手狠狠击打自己的右腿。可乔家定却跟没事人一样，故作疑惑：“你在做什么？打不过就自残，这样真的好吗？”小小彻底傻眼，明明感觉自己回想成功了，可为什么对方完全不受影响呢？来不及多想，从兜中掏出一大把毒药胶囊塞进口中。痞子，你可能不记得上次自己是怎么死的了，只有吃下这些毒药，你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。嘎嘎嘎嘎嘎！乔家定感觉大脑一阵晕眩，可他仍然强撑，笑着说道：“服毒，大侄女，你直接认输就行了，没必要。”说完，后退一步冲上去就是狠狠一踢，正中小小胸口，疼得乔家定自己都快撑不住。可下一秒，他身上的伤痛陡然消失，小小脸色一变，露出惊恐表情。回降解除了，真不容易啊！要是让你们赢了的话，就会带走骗人仔吧。我曾经丢过一次大脑，这次说什么也不会了。拎起潇潇，一步一步走到独木桥边缘，他真的慌了。你等一下，抱歉。乔家定往外一推，潇潇坠落下来，惨叫声不断传来。旁边的娄十一和老孙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。乔家定活动了下肩膀，看向二人，既然开了杀戒，今天就不收手了。你们二人谁先来呢？另一边，你坐在一楼等待游戏结束，脚步声却忽然响起，来人正是楚天秋。眼神一眯，这次来的是本尊嘛？你可让我好找。他哈哈一笑，给你造成困扰了吗？实在抱歉，旗下，你明明知道人容是陷阱，却仍然要参与其中，还主动牺牲一个队友，就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吧？过奖。楚天秋道，你为了能活着走出这里，撒了许多谎，甚至和林清这个极道联手，你的阴狠毒辣远在我之上。所以我想玩火自焚，跟你合作，在整个中原之地想出去，唯有你我二人联手才能做到。那你能给我什么？他丢了一本笔记，小心点，这可是天堂口的核心秘密。你皱眉，这笔记之前也听过，天堂口似乎就是掌握了某种逃出去的方法，就这么轻易给我了吗？打开一看，是一个以我为第一人称视角写的日记，上面写着：我发现中原之地的物品不会重置，所以这些笔记放在另一个我一定会经过的必经之路上，那我就永远不会失忆。再往后翻，就是我和生肖的赌命心路历程，最后就是我毒死了所有生肖。一个漂亮的女生从天而降，说我是整个中原之地最强的存在，于是我就出去了。你把笔记本丢回去，这是你自己写的吧，楚天秋？他耸耸肩，那当然，旗下，你不会真以为有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前辈吧？这是引导天堂口众人甘愿赴死的小计谋啊！嘎嘎嘎嘎！你皱眉，那毒死所有生肖并不可行，那你为什么会让大家前赴后继的死呢？他的那个响指很简单，因为我需要大量回响者的尸体，想办法从他们身上移植回响。还记得吗，旗下？无论我询问哪个生肖，得到的答案都是他们要创造一个神。所以，当我可以把所有人的回响都聚集在身上时，我就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。到时候自然可以把你们都送出去。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。成交嘛？你疑惑，所以你不想出去，这样成神嘛？没错，做人能有什么意思？我有成为全能神的机会，却回到实验世界生个病死？别傻了，你语气平淡。可由于上帝悖论的存在，这世界是不会出现全能神的。楚天就笑道：上帝悖论是人类提出的，但人怎么又能理解全能的神呢？他们站在狭隘的角度嘲笑神的自我矛盾，可神为什么要向人类证明自己？你听完表情无比严肃，没想到楚天就已经疯到了这种程度，既不收集3600个道，也不攻破所有游戏，而是要不断创造尸体，研究成神的办法，为此不惜坑害队伍中的任何人。看来日复一日在中原之地醒来，让他逐渐舍弃了身为人类的人性、道德、法律。沉默许久，你提问：楚天秋，我从未离开是什么意思？旗下，我认为我是从中原之地创立之初就存在的人，因为这鬼地方到处都能找到我的字迹，最久远的有很多年了，可惜我也想不起来当年到底调查了什么。走之前他回头，对了，不必担心，张山如果在上面，那这场游戏就很难输。难输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回响了，契机就是想要赢。乔家劲呢？不知道。结束和楚天秋的交谈，你们达成合作的意向。他成神，你急到。没过多久，许流年匆匆找上来，见到楚天秋后松了口气。哇，真是吓死我了！你果然在这儿，别担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快走吧，这里有不少急道，你的处境很危险。好，临走前回头道：旗下应该是悲伤。什么？你回想的契机是极度的悲伤，这是我找到的答案，但我却找不到解决办法。这道题就由你自己来解开吧。他见他刚走，你就看到浑身是血的潇潇从1楼走了出来，默默走进电梯，按下6楼。你见着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游戏的隐藏规则嘛！从独木桥掉下来的人还能坐电梯回去。此时天台上的战况激烈，乔家定的双手双脚都被老孙的回响锁在石头中，动弹不得。张山也被巨石压在身下，昏迷过去，生死不知。李香林浑身是血的，想办法挪着石头。罗氏一拍拍老孙肩膀，嘎嘎，老孙看不出来，你这回响在中原之地也能排上号了吧？老孙捂着脑袋，
喂，花臂男，我不欺负人，你自己跳下去吧。他这会儿有点神志不清，这是过度使用回响的副作用。幻想出敌人身上有石头，本来就很容易把人逼疯。乔家店长出戏，不可能。大脑有大脑的使命，拳头有拳头的责任。骗人仔帮了我很多次，这次我一步都不会退。说完站起身，挥着石头就要冲来。老孙顿了几秒，不，这不是拳头，是大石头。乔家店手上的石头瞬间变大，整个人只能蹲在地上。李香林一脸焦急，乔哥到底要怎么办啊？乔家店环视四周，表情严肃。骗人仔，要是你的话会怎么做呢？还不等他想出对策，潇潇一些愉快的走了回来，重新站上独木桥。呵，你们这不是挺能干的吗？现在杀掉他们就易如反掌了是吧？乔家店面如死灰，潇潇猖狂大笑，痞子，刚才的气势呢？李香林还想去救，却被娄世一缠住，带着他一起跳下桥，往楼底坠去。潇潇一边暴打着无法动弹的乔家劲和张山，一边不断嘲讽：等这场战斗之后，旗下就是我们击倒的人了。嘎嘎嘎嘎嘎！乔家劲抬起头，大织女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骗人仔怎么可能成为你们这样的疯子？他若不答应，我们就见他一次杀一次，杀到他答应为止。乔家劲面色冰冷，耳边嗡嗡作响。上次因为我不在，所以没有保护好九仔，他跟错了人，信错了人。这次我在这里，绝对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发生。张山连续咳嗽几声，露出苦笑。看来我们要输了啊！二人的眼神在此刻都变了。张山大吼：“姓乔的，想不想跟我大闹一场？”巨大钟声响起，乔家劲听到后卸掉伪装，狰狞笑道：“大闹一场，我真是求之不得。”又是一记钟声响彻云霄，声音比刚才还大。此时，一人想要赢，一人想要守护。我听到了破万法的回响，我听到了天行健的回响。此时，来到广场上的楚天秋和许六年看着屏幕上出现的两行文字，面露震惊。楚天秋靠近屏幕，极其激动：“破万法，妙，真是太妙了！只有了这个人的能力，那我就……”一旁的许六年看着天狂的他，只有种说不出的怪异。视角切回，张山咔咔推动身上的巨石，站了起来。乔家劲浑身微微一震，身上石头化作星光散去，二人肩并肩站在一起，身上散发出无比危险的气息。潇潇后退一步，额头冷汗滑落。刚才那两个钟声是什么意思？眼前这两人会响了吗？他们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？来不及多想，催促老孙。然而老孙是真的慌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对花臂男根本无效。这个男人动不了，他是长在石头中的怪物，他动不了。一次次默念，但石头在触碰到乔家劲的瞬间，就化作点点星光散走。老孙急得大吼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还没有长出石头？”乔家劲呵呵一笑：“不要出老千，过来和我堂堂正正的决胜负。”潇潇似乎懂了什么：“你可以无视回响，这就是你回响的能力嘛？原来最危险的人是你！”张山此时已经绕到潇潇身前，一拳猛然挥出，他赶紧用全部心念发动家伙，咚！闷声响起，张山倒飞出去7-8米远。潇潇额头冷汗滑落，后怕不已，这什么力道？如果刚才嫁祸没有成功，他必死无疑。看着倒飞出去的张山，他表情扭曲大笑：“嘎嘎嘎！”扳起手砸自己的脚，活该，你该死！然而下一秒，话戛然而止，张山拍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，胸口伤势迅速恢复，很快跟个没事人一样。潇潇是真的要吐了呀！这俩人获得的是什么 bug 回响？一个可以无视他人回响，一个可以强化肉体迅速修复嘛？要不要这么逆天？连忙催促老孙用巨石攻击二人，然而乔家劲却大喝一声：“喂！我是不是叫你不要出老千？”碎石尚未落下，全部变成白色光点，消失不见。张山用尽全身力气出拳，朝石小打去，他身上浮现出石头盔甲，闭紧双眼，再次调动信念。可当拳头打过去的瞬间，这次飞走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潇潇。砰！无数石头四溅，潇潇贯穿了10几栋楼后摔倒在街道上，当场毙命。潇潇足，老孙还想战斗，但乔家劲却看出他战意不足，索性劝道：“喂，石头人，你人还不坏，我不准备杀掉你。不过你的大佬死了，不准备换个码头嘛？”老孙一愣，但在乔家劲的劝说下，还是放弃了继续为敌的想法，转身走人。随后，乔家劲用绳索下楼，把重伤的李香林给接了上来。至于罗十一呢，则是在接触到乔家劲的一瞬间，就被消除了回响能力，活活疼死了过去。另一边，你在1楼焦急等待，刚才几次钟声都听见了，为什么这次钟声会这么巨大？是谁回响了？乔家劲吗？这时，一个轻柔声音响起：“嗨，旗下。”江若雪来到面前，你没有回应，他苦笑一声：“怎么又不理我？每一次我都被你无视。”你摇摇头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来接你的队友回家吗？”“不是，我只是来看看你。”他也是一脸无奈：“我们见面好几次了，我哪次让你感觉到我们道不同了？”刚要说话，可仔细一想，就发现这事儿有点意思。第一次见到江若雪是地狗游戏，他当奸细，非但没有破坏游戏，反而让混混3人组的一人撞死在了张律师手中的玻璃上，救下了你。第二次是昨天，多次劝阻潇潇住手，可惜潇潇疯了，太厉害，并不听劝。如果江若雪没有自称极道，你感觉他就是个正常人，甚至人还不错。你和潇潇毕竟是一起的，正常人不会跟他一起行动。
动，江洛雪伸了个懒腰，我也没说过我是正常人。哎，想来我是接不了潇潇他们了。为什么？刚才回响的人数太多了，都5、6人了吧？5/6的概率，常山回响的概率太高了。此时不远处木门传来声响，乔家劲扶着李香林出现。我丢，这么巧啊，骗人仔！还有那个谁，看到李香林伤势，你眉头一皱，上前查看。江洛雪这时站了起来，钟声响起，不等你反应，拉住李香林的手。小妹妹，你要理清这件事当中的逻辑关系。这根木头并没有伤到你的骨头，只伤到了你的皮肉。况且你以前受过类似的伤，这次也一样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随着他话音落下，李香林只感觉手臂没那么疼了，满脸惊喜，但还是疑惑道：“你不是极道吗？为什么要帮我？”江洛雪回过身轻笑：“不需要你明白，我们极道做事什么时候需要你们理解了。”乔家劲告诉他老孙的下落，跟江洛雪告别后，你们上到顶楼。乔家劲和李香林按照游戏规则和张山一起手捧旗子。游戏结束，在旁边站了半天的地虎走了过来，扔过来一个布包，红色方全部摸到了蓝方旗帜。游戏结束，带着那个没交门票的人滚吧！你走向地虎，他没好气，做什么？我怎么样才能见到他？谁？天阳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推开你，就往电梯走去。你喊住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我愿意拿任何东西交换。地虎听到这话，缓缓停下脚步，盯着你的双眼看了许久，想到你之前说过的那句话：这世上的道路有很多条，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。他沉默许久，才开口道：据说成为天的生肖可以自由出入中间之地，所以我不知道天阳在哪。你眼神慢慢暗淡，果然如此。他真的骗了我吗？地虎冷哼一声，我又何尝没被骗？明明是之前说好的事儿，结果一件都没有兑现。我真傻，居然相信阳。一听后忽然计上心头，你看，既然你被骗，我也被骗，为何我们2人不站在同一战线？地虎嘻嘻反笑，秋若依林，你算老几？一个没有回响的普通人，妄想跟地级站在同一战线吗？你冷静点。地虎松开手，长然一笑，滚吧。4人休整完毕，很快返回天堂口。然而刚到据点没多久，老吕就跑进来，急匆匆大吼：不好了，楚天秋呢？那个姓齐的小子呢？有没有聪明人能帮忙？你和楚天秋都走来询问怎么回事。老吕拍着胸口，惊呼未定，云瑶出事儿了。